男人头一次在野外偷偷洗澡，就被路过的女人刚好全部看见。女人做梦都没想到会有人来这深山老林用溪水冲凉，带着疑惑，她本想追着问个究竟，可男人没有搭理，只是一言不发的匆匆逃走。女人也只好闷闷不乐的回家。可当天晚上在饭桌前，她一抬头，竟发现不可思议的一幕：今天遇到的那个奇怪男人就坐在她家窗户的对面。于是她微笑着打了个招呼，可在被瞧见后，男人毫不犹豫地拉上窗帘。但这种触不可及的神秘感让女人越来越想接近，以至于她彻夜难眠，一直挨到了第二天都在想昨天发生的事。然而在咖啡馆工作的第一天，她居然再次看到了男人。于是在忙完手上的活后，她若有所思地走到马路对面的杂货店，然后打量着四周的低价杂货，挑了一本陈旧的笔记。这让老板目瞪口呆，因为眼前这位女士居然要买一本关于男性解剖的手录。可当瞧见女人时不时地看向收银员时，老板似乎知道了怎么一回事，便要作为礼物免费送给女人。可他无论如何都要付钱，老板也只好彬彬有礼地回避。 Beautiful. Thanks. I carved him from wood and then had black ink. You gonna pay or what? 虽然搭上了话，女人却依旧被冷漠对待，但她并没有就此放弃，准备找个时间再次去尝试。然而女人的一个朋友警告刚回小镇没多久的她，晚上最好紧闭门窗，因为全镇的人最近都在传言那个刚搬来的孤僻陌生男人是个在逃重刑犯。这让女人不得不收敛起自己的渴望，不再主动去打扰。可双休日这天，她在院子里除杂草，却始终没能启动坏掉的割草机。然而那个男人走了过来，埋怨女人吵到他睡懒觉。于是他抢过机器，随手一拉油门，割草机竟奇迹般的启动。接着他一脸不屑地看了看女人，然后头也不回地去修剪草坪。 Seriously, you can't cut my grass. 男人装作没有听见，只是沿着院子的对角线进行修剪。帮了这么大一个忙，女人一定要请他吃顿早饭。可男人在听到后停下了手上的操作，一言不发地离开了院子。这样的人怎么看都不像是在逃重刑犯。于是女人又开始想要追求这个男人，可那似乎是触不可及的存在。这可望而不可求的难受，迫使她尝试用酒精进行自我麻醉，却在不知不觉中来到家对面的院子里翩翩起舞。这无疑引起男人的注意。几番询问后，看得出他喝醉了酒，还呕吐到男人的裤脚上。但男人不介意地把他扶进了屋，递上一杯温热的水给他醒酒。他却趁机抓住男人的手，反复摸上面的纹身，这才发现纹的是些儿童读物里的插画。见女人发现了秘密，男人立刻变得警惕，他却只是把醉醺醺的女人送回了家。可回到家中的女人和往常一样站在窗前，然而不同以往的是，男人没有拉上窗帘，只是愁着眉苦着脸在窗前关上了灯。他为何表现出伤心的样子？女人心中的疑惑又多了几分，但她能感觉到他们之间的距离不再遥望不可及。隔天一大早，男人把剩下的一半杂草也沿着对角线割完，之后戴上耳机帮忙修理栅栏边上的灌木，给他点辛苦钱他也不要。于是女人再次尝试留他吃早餐，这一次他也没有说话，却叫上家里的小狗宙斯一起登门造访。然而他在院子里看到了一个小女孩，正盼望着父亲回家。女人似乎有着难言之隐，说父亲去了很远的地方。可小女孩不再相信母亲说的话，因为从老房子搬来这里后就没有见到过羽毛。见男人碰巧看到这一幕，女人连忙上前解释，在搬来之前，房门口总会有鸟类的羽毛掉落在四周，搞得很难打理。然而为了逗女儿开心，丈夫却说那是天使来过的痕迹，意味着天使恩赐的幸福也会随之降临。没想到女儿信以为真，每次都吵着要拍照留念。可直到丈夫因车祸不幸离世后，就再也没有拍过。而4岁的女儿至今为止都不知道已经没有了爸爸。听完女人讲述的遭遇，男人只是牵着宙斯漠不关心的离开。I'm not gonna sit here and listen to your damn kid whine all morning. 面对男人的冷漠，女人也只好回屋吃早餐。可就在她睡回笼觉时，女儿突然跑来，激动说天使找到了他们。可这根本不可能。但在推开门后，看见家门口飘荡着洁白无瑕的羽毛，女儿高兴道：幸福来了，爸爸要回来了。可院子里只有一个戴着耳机割草的男人。女人心中似乎有了答案，她按照惯例给女儿拍照留念，却没想到一张照片就哄好了女儿。然后她把目光放在男人这边。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女人感谢他帮忙照顾了小孩，这一次无论如何都要请他吃饭。在女人坚持下，男人只好妥协，答应今晚一起吃个晚餐。这可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他一定要让男人沦陷。晚饭过后，女人拿出白酒，势必要一醉方休。可在这寂静的夜色中，男人思念起死去的妻与子。他身上的纹身是儿子喜欢的儿童读物插图，就连耳机里播放的音乐也都是儿子生前录制的歌声。可今天用完了家里最后2节干电池，没想到他也有一段不堪回首的往事，沉痛环绕在四周。女人放弃了追求男人的打算，在分别前，她拿出2节随身听的新电池，希望能够帮到他度过这个悲伤时期。然而次日的早上，男人推着割草机又出现在院子里，
他此番前来是为了借用淋浴间，因为热水器坏了不能用。原来这就是他去野外洗澡的原因。女人见状求之不得，还愿意把丈夫的衣服给他穿。在哄睡好女儿后，女人就跑去客厅见洗完澡换好衣服的男人，这让她想起死去的丈夫，看着彼此黯然失色的眼睛，他们这才相互交换了名字。男人叫特里斯坦·科尔，女人叫伊丽莎白·史蒂夫。或许是太过渴望能再次拥有幸福，丽莎紧紧抓住上天给的第二次机会，她大胆接触斯坦的身体，把头埋进斯坦的胸膛。My hot water's not really out. I should go. 明明已经触手可及，却依旧得不到男人的心。直到女儿听到动静，突然出现在客厅，丽莎这才放走了斯坦。可当再次哄好女儿睡觉时，她越想越后悔，如果再坚持一下，一定能留下那个男人。如今她也只好回卧室就寝。然而万万没想到，卧室对面的窗户完全被打开，斯坦站在窗前，一直看向这边。丽莎的内心激荡起渴望，她跨过自家窗户，悄悄去到斯坦的卧室，去到斯坦的怀里，释放压抑已久的欲望。在温存之后，斯坦依旧不能接纳丽莎，因为他还没有放下死去的妻子，跟丽莎在一起只会增加罪恶感。于是丽莎提出建议，他们可以把彼此当成已死去的人，这样就能继续向前。从而两人便开始利用彼此搭伙过日子。这天，斯坦带着母女来到他常常用来清醒自己的风水宝地，希望丽莎在伤心的时候能有个无人打扰的地方，可以更容易的呼吸，因为那样就会变得好受一些。他还一直抽空陪女儿玩耍，深得女儿的欢喜。这渴望继续向前的努力，丽莎都看在眼里，但她依旧不放心，因为斯坦总会在触碰到丽莎时总会犹豫。为了继续向前，斯坦带着她去看真实的自己。来到院子，进入棚屋，里面不像客厅那样乱七八糟，而是整齐干净的摆满了各种物件，这些全是斯坦的儿子喜欢的东西。上面雕刻的思念，正是他无法做到放下过去的最大阻碍。为此，他还在母子葬礼之前尝试过自杀，因为死会让自己变得更加容易。 Now you're here. It's easier with you. Being alive. 丽莎这才意识到相互利用做不到真正的继续向前，于是她决定坦诚相待，也把自己的秘密拿给对方看。那些丈夫生前写给她的便笺是她最宝贵的牵挂，在那段最难熬的时期，全靠还活着的女儿撑了过去，可心中依旧留有一些难以抹去的创伤。因为她有时会回复丈夫写的便笺，为了女儿有个完整的家。在看见斯坦的那一刻，她便有了强烈的渴望找个替代女儿父亲的人。而她现在最大的阻碍是不知如何告诉女儿早就没有了爸爸。I am. It's okay. You don't have to be good. 相互利用以及说放下过去只是欺骗自己，唯有修补彼此那破碎不堪的心，才能继续向前。翌日的清晨迎来一个新的开始，他们相互之间开始写一些便笺，上面的情话让他们搀扶着彼此向前，过着平平无奇的柴米油盐。女儿缺失的父爱也得到了修补，这样的日子渐渐变得如同呼吸一样容易。几年来独来独往的斯坦也终于有了再次社交的尝试，他被丽莎拉去参加小镇上的派对，结识一些常来往的朋友。然而朋友中有个叫查理的家伙，看不惯他们在一起恩爱时的模样，因为他一直以来都还暗恋着丽莎，于是当着面要斯坦放弃跟丽莎在一起，甚至动手挑衅。然而面对不友善的行为，斯坦只是掏出钱付了酒水，便转身离开。 Are you the reason they're dead? You'll do the same to Liz and Emma. 斯坦的怒火已经传递到全上，当丽莎注意到的时候，他已经把查理按在地上失去理智的捶打。在意识到反手打到拉架的丽莎时，他稍微冷静了一下，然后他便飞快地逃跑，躲进院子里的屋棚，满脑子回荡着查理说的那些难听的话。当愤怒随着时间渐渐消散，他才打开紧闭的门，却发现丽莎竟睡在冰冷的地上。于是他连忙将其抱起，回到自家的卧室，给丽莎盖上被子。可就在他刚要离开时，丽莎醒来询问他到底怎么一回事。面对不断的追问，斯坦只好如实说出当时的情况。可他承认自己是个杀人犯，因为他没能及时出现在家人的身边挽救那场不幸的遭遇。但丽莎坚信他没有错，一切都是命运的不公。可隔天斯坦送丽莎回家的途中，发现了守在家门口的查理，说是有急事要跟丽莎单独谈谈。看在曾经大学同学的份上，丽莎给了面子，没有驱赶。然而查理要说的这件事直接吓坏了丽莎，因为几年前的那场车祸是丽莎的丈夫失去对方向盘的控制，导致斯坦那38岁的妻子和8岁的儿子命丧黄泉。而当时在场的丽莎以及斯坦的母亲幸运地活了下来，只要把这件事告诉斯坦，查理就能顺理成章地拆散他们。可丽莎已经掉下了眼泪，她难以接受这样的真相，以至于她无法面对斯坦。 Are we okay? I love you, Lizzie. I love you too. 在爱与真相面前，他选择了沉默。可这个打击实在是太大，以至于他好几天没有出门，这让斯坦十分焦虑。他不得不恳求丽莎的好朋友前去探查。然而当他回到杂货店时，发现查理不请自来。查理不仅想高价收购杂货店，让斯坦濒临失业，
还把当年车祸的真相告诉了他。而丽莎的好朋友已经登门拜访，在见到面容憔悴、头发乱糟糟的丽莎时，不敢想象在她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在丽莎倾诉自己面临的困境后，朋友凯西愿意陪她去看一场电影，平复糟糕的心情。渐渐的，她终于有了勇气去说出真相。然而斯坦早就知道了这件事。 Look past the fact that your husband killed my family. Did you know when you told me you loved me? 220 for the hot cocoa. Just let me explain. 220, Elizabeth. Stay the fuck out of my life. 最糟糕的情况还是毫无征兆的发生，他的爱终究离他而去。斯坦带着宙斯离开了小镇，回到父母居住的地方，继续过着孤独的人生。可在他制作的木制品上，无意间总会刻上对丽莎的思念，因为他仍然爱着她。于是斯坦来到妻子的墓碑前，倾诉最近的困扰。他觉得自己已经窒息到快要崩溃，可当发现地上的一片洁白羽毛时，他的呼吸变得容易了许多。或许这是天使给予的恩赐。而丽莎依旧站在窗前，看着空空如也的对面发愁。她常常带着女儿去树林里的那块风水宝地，因为只有在这里，她才能会好受一些。转眼间深秋已至，丽莎听见院子的声响，她满怀期待地前去查看，却发现那是她最讨厌的人正在帮忙扫落叶。丽莎想不明白，查理曾经为自己的婚礼当过伴郎，还为丈夫的葬礼念过感人的哀悼词。Acting like this I'm in lately. love with you from the moment I first saw you. And I wouldn't leave you, Liz. 为何查理就是不明白，在丽莎的心里根本就没有她的位置。白驹过隙，日月如梭，斯坦无时无刻都看着手上的照片，思念丽莎。然而他做梦都没想到，母亲认出了照片里的女人，她永远无法忘记那个死了丈夫却在医院里跑来拥抱崩溃老人的天使。可又有谁去安抚有着同样遭遇的他呢？这一刻，斯坦才知道自己伤害到了如此善良的女人。当春季的枯树发出嫩芽，丽莎发现斯坦来过的痕迹，她时不时会在窗口周围找到一些便笺。既然已经回来，为何不抛头露脸？正当丽莎百思不得其解时，凯西告诉她，咖啡馆的对面或许能找到答案。然而在马路对面的杂货店内，老板并没有把店铺卖给查理，而是免费送给了斯坦。因为他一直都很看好这个女婿，他也是时候出国旅行，享受安静的人生。这让斯坦顿时有些不知所措，他连忙追上去拒绝岳父的好心，却在门口遇见丽莎，他正一脸的不开心，然后气冲冲地进到店铺里面。斯坦见状连忙道歉，他不该说丽莎的丈夫是个杀人犯，同时感谢她安慰当时面临崩溃的母亲。但丽莎生气的原因是她5个月来宁可写一些便笺，也不愿露个脸。然而斯坦今天才回到这个小镇，写便笺的另有其人。可是丽莎听不进解释，她不愿一直被人玩弄，于是哭着离开了店铺。在她走后，没想到查理又不请自来，他怒斥斯坦不该再出现。特别是他跟丽莎建立联系的时候，说到联系，这让斯坦若有所思。他尾随查理来到一家汽车修理店，才知道这个修理工为了爱有多么的疯狂。他不仅承认自己写了便笺，还在丽莎的卧室非法安装了针孔摄像头。然后他故伎重演的试图激怒斯坦，可这次却不见奏效。于是他说出了一个惊天大秘密：他当年对丽莎丈夫的汽车动了手脚，才导致了那场3死2伤的车祸。同时他还宣扬要把这些事全部告诉丽莎的女儿。刹那间，斯坦怒不可遏，一拳打得查理不省人事。然后他急忙跑去告诉丽莎真相，可查理提交了斯坦打人的录像证据，于是他很快便遭到警方的逮捕。然而幸运的是，岳父从飞机场赶回来捞人，可紧接着丽莎心急如焚来到监狱，说女儿不见了踪影，不出意外的话一定是在查理那里。于是他们报了警，立了案。可警察搜遍了整个汽车修理厂，也没找到嫌疑人的身影。正当大家都无从查询时，斯坦发现窗口留有一张便笺，上面写着女儿跟有毒尾气的汽车关在密闭的屋棚里。一瞬间他们感到了害怕，一刻不停地跑到院子，终于找到了查理。可他手上的那把枪让丽莎不得不慢慢接近，为了及时救出随时可能中毒身亡的女儿。他第一次在查理的面前表现出温柔。当安抚好查理的情绪，斯坦便随即溜进屋棚。 You're all I've wanted. Just us. 然而查理还是发现了抱着女儿走出来的斯坦，于是他连开了好几枪，却没有打中。因为丽莎用手绊倒了查理的脚，掉落了枪，他便有了机会去抢。可查理也握住了枪，两人在僵持一会儿后，便很快有了结果。I loved you. 丽莎被枪声吓晕了过去。当她醒来时，得知查理中弹身亡，而女儿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由斯坦陪伴在旁边。然而令人意外的是，女儿依旧不知道爸爸不在人世。可她明白，爸爸永远不会回家，因为上次出现羽毛的时候，幸福并没有降临。但斯坦不会离开，他会一直留在他们身边。然而这件事落幕后，丽莎跟斯坦没有再联系，因为她觉得维持这种现状也是种不错的选择。可凯西不满意这样的结局，要他马上就去杂货店见斯坦。
于是拉上女儿一起来到了那家杂货店。可一进门，丽莎就看到浪漫的一幕，白色羽毛铺满了整间房，这是天使来过的痕迹。恩赐的幸福已然降临。斯坦随即出现在他们的面前，可他正在发愁，因为本店急需应聘一个美丽漂亮、聪明伶俐又坚持不懈的人，跟他一起经营这家杂货店。而这个人就是他深深爱上的丽莎。于是他拿出婚戒，单膝下跪。 I've made a lot of mistakes in my life. I know you can never fully forgive me for the way that I left, and I don't expect you to. I'll never stop fighting to fix this, to fix us. Marry me. 然而丽莎拿不定主意，需要得到女儿的同意。可这完全不是问题。斯坦让宙斯为女儿献上一份礼物，没想到一个小小的木头戒指就赢得了女儿的欢心，也赢得了丽莎的肯定。Yes? Yes. Yes. Yes.